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波兰这个国家对俄罗斯的仇恨远远超过了当年参与瓜分它的其他列强，比如德国和奥地利。这其中不光是历史的原因，还有现实的政治和经济的因素在里面。是的，这个话题很有意思，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我们先来讲一讲波兰为什么会亡国，以及亡国的时间有多长。好的，就是波兰其实在历史上被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这3个国家3次瓜分，时间分别是1772年、1793年和1795年。对，总共被瓜分了3次，然后就彻底的从地图上消失了，直到第1次世界大战结束才复国，中间一共经历了123年。这么长时间啊，那就是说明明这3个国家都参与了对波兰的瓜分，为什么现在波兰人最恨的却是俄罗斯？这个问题其实原因很复杂，波兰人对德国和奥地利现在基本上只有一些很轻微的不满，但是一提到俄罗斯，他们的情绪就会变得很激烈。这个其实是由5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分别是领土问题、统治方式、历史创伤、文化差异和现实政治。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个原因，就是领土账。在波兰被瓜分的时候，这3个国家到底各自拿了多少土地？当时是俄国拿的最多，它吞并了原波兰大约62%的领土，面积高达46万平方公里，所以说它是最大的赢家。这么看来，俄国真的是拿了大头啊。那德国和奥地利呢？德国在2战之后作为战败国，它割让了西里西亚、波美拉尼亚、格但斯克还有东普鲁士的南部给波兰，这加起来大概有11-12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战前德国领土的1/4。奥地利的话，1战之后奥匈帝国解体，奥地利本身就只剩下8万多平方公里，还没有波兰的一个省大。那就是说，德国和奥地利他们在历史上都曾经割让过土地给波兰，但是为什么现在只有俄罗斯还跟波兰有领土争议呢？这是因为德国在2战之后，不光是割让了大片的领土给波兰，而且这些领土里面还包括了西里西亚这样的工业重地，格但斯克这样的重要出海口，甚至连东普鲁士南部都给了波兰，而且有大概800万到1000万的德意志人被强制的迁回了德国。对，所以德国的损失是非常惨重的。听上去德国的这个领土变动是非常大的。那这些土地波兰现在还控制着吗？没错，而且波兰现在的这些领土比它在历史上被德国瓜分之前还要大，还要富裕。对，然后德国在1990年两德统一的时候还专门签了一个条约，就是永久的放弃对这些地方的主权要求，所以现在德国也承认这就是波兰的土地。但是俄罗斯的话，它在2战之后从波兰的东部，也就是寇松县以东划走了大约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其中就包括了现在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的一部分。对，然后虽然说波兰也从德国那里得到了补偿，但是利沃夫这样的波兰人生活了几百年的文化重镇却永远的留在了乌克兰。这听起来确实让人难以接受。更让波兰人难以释怀的是，加里宁格勒现在还被俄罗斯控制着，这里原本是东普鲁士的核心区域，现在却成为了俄罗斯插在波兰腹地的一个飞地。对，而且距离波兰的首都华沙只有400公里，俄罗斯还在那里部署了伊斯坎德尔导弹，随时可以打到波兰全境，所以这让波兰人非常没有安全感。了解了。那奥匈帝国、普鲁士和俄罗斯在统治波兰的时候，他们的管理方式有多大差别？奥匈帝国其实对波兰是非常宽松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民族大熔炉，所以它也没有说要去强迫波兰人放弃自己的语言或者是自己的文化。对，甚至在某些地区，波兰语和德语都是官方语言，波兰人也可以参与政治，然后天主教会也受到保护，他们的生活和财产基本上是有保障的。这听起来还挺包容的。那普鲁士呢？普鲁士的话就是非常强硬地推行德语和文化斗争，他们对波兰的天主教进行打压，禁止在学校和行政中使用波兰语，但是他们的工业化程度比较高，所以波兰人虽然受到歧视，但是他们的生活条件和教育水平其实是比在沙俄那边要好的。那沙俄的统治又是什么样的呢？沙俄的话就是极端的高压政策，他们不光是禁止波兰语在学校和政府中使用，还强迫推行东正教，然后大量的去没收波兰人的土地，把他们的精英阶层流放到西伯利亚。对，而且还非常残酷地镇压了波兰人在1830年和1863年的2次大起义，并且关闭了华沙大学，
禁止了波兰语的出版物。所以在沙俄的统治下，波兰人是完全没有自由可言的。说到这儿，我有个问题，就是在不同列强统治下的波兰人，他们自己是怎么看待这种待遇上的差异的？这个问题问得好。其实波兰人是有很明显的对比的。在奥匈帝国那边的波兰人，他们是可以使用自己的语言的，然后也可以自由的去教堂做礼拜，所以生活相对来说是比较宽松的。但是在沙俄统治下的波兰人，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好像是被当成了一个被征服的民族，所以他们对沙俄的这种压迫就会特别的反感，然后也会很羡慕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同胞。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3个列强当中，波兰人对俄罗斯的这种负面情绪是最深的。没错，就是因为沙俄的这种残酷的压迫，让波兰人有了这种心理落差，所以他们才会对俄罗斯的统治有这么深的怨恨。这种情绪其实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说到苏联时期，有个非常沉重的话题，就是卡廷大屠杀。这个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卡廷大屠杀是在1940年的春天，由苏联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卡廷森林等多个地方对被俘的波兰军官、知识分子、警察和公务员进行了有组织的大规模处决，一共有约22000名波兰的精英被杀害，然后埋在了万人坑里面。为什么苏联要对这些波兰的精英下这样的狠手？其实苏联的目的就是要彻底的消灭掉波兰的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认为只要把这些有影响力的军官、律师、医生、教师、作家和记者都干掉，波兰就没有办法再组织起有效的反抗，所以他们才会采取这么极端的手段。那这个事情发生了之后，苏联是怎么对外解释的？苏联一开始的时候是完全否认这件事情，甚至把这个罪名推到了纳粹德国的身上。他们一直坚持这个说法，直到1995年才由戈尔巴乔夫公开承认是苏联干的。然后2010年的时候，俄罗斯的总统才下令公开了相关的档案。如果站在波兰人的角度来看，苏联对卡廷大屠杀的掩盖给他们带来的创伤有多深？对波兰人来说，卡廷大屠杀不仅仅是失去了自己的亲人，更是一种被背叛和被羞辱的感觉。因为苏联几十年都在撒谎，说这个事情跟自己没关系，然后还把脏水泼到别人身上，甚至逼着波兰人去相信这个谎言。所以这种心理的伤害其实比这个屠杀本身还要让人难以释怀。明白了。那除了卡廷大屠杀之外，在苏联控制波兰的这45年当中，还有哪些关键的事件让波兰人至今都难以释怀？在斯大林时期，波兰就是一个傀儡国家，他们的领导人如果不听话，就会被直接投进监狱。然后苏联还一直有重兵驻扎在波兰，说是保护，其实就是监视和控制。听起来完全没有自主权啊。那民众有没有反抗？当然有啊。比如1956年的波兹南事件，就是工人罢工，然后被苏联的军队开枪镇压，造成了几十人死亡，几百人受伤。还有1981年的团结工会运动，也是遭到了大规模的逮捕和武力威胁。所以波兰人在整个苏联时期一直都生活在这种高压和恐惧之下。既然说到了苏联时期，那在经济和日常生活上，波兰人都有哪些比较荒诞的真实经历？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波兰的经济是几乎停滞的，然后市场上什么东西都短缺，大家每天都要排很长的队去买面包、买日用品。他们甚至都有一个特别的词叫获得，就是说你今天买到东西了，那你是很幸运的。这种物资极度匮乏的状态，是不是也催生出了很多讽刺苏联统治的笑话？没错，比如说有一个很流行的笑话，就是说让一个画家画一幅画，叫勃列日涅夫在波兰，结果画上面是一男一女在床上，然后男的是勃列日涅夫的秘书，女的是勃列日涅夫的夫人，问勃列日涅夫在哪儿，他说勃列日涅夫在波兰。就是其实大家用这种幽默来表达对这种无处不在的苏联的控制以及资源被掠夺的不满。好，我们现在进入一个新的主题，就是文明障、宗教和文化的深层隔阂。其实我一直都很好奇，为什么波兰人会觉得德意志人是文明人，而俄罗斯人是野蛮人？这种心态是怎么形成的？这种想法的根源要追溯到中世纪，那个时候波兰和德意志地区的交流是非常频繁的。然后波兰也从神圣罗马帝国引进了封建制度，他们的城市的自治还有手工业的技术很多都是跟德意志的商人工匠学的。包括波兰的第一所大学雅盖隆大学，它也是按照德意志的大学模式建立起来的。然后波兰的很多城市甚至直接就是沿用了
德意志的法律体系，就是马格德堡法。所以说在波兰的发展过程当中，德国的影响确实是非常非常深远的，而且在宗教上面的影响其实更深，因为波兰人是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然后德意志的南部和西部奥地利他们都是天主教的传统势力范围，所以波兰人在做礼拜、朝圣这些宗教活动当中，其实跟德意志人、奥地利人是有很多共鸣的。对，他们觉得大家是同一个宗教圈子里面的。这么说的话，波兰和俄罗斯之间这种宗教和文化上的差异，是不是让他们的矛盾比跟德国的矛盾还要难以调和？是的，因为波兰人是天主教，而俄罗斯人是东正教，这两个教派早在1054年就大分裂了，所以在波兰人眼里，东正教徒是异端，是分裂者，他们觉得俄罗斯人背叛了真正的信仰。这种宗教上的敌意其实比单纯的政治冲突要更深，更难化解。在面对德国和俄罗斯的威胁的时候，波兰人为什么会觉得被俄罗斯征服是丢掉灵魂？有一个很能说明这个问题的事情，就是在二战之前，当时波兰面临着德国和苏联的双重威胁，然后有人就建议说，把军队分散开，在两个方向都做好防御。但是波兰的高层就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后来被很多人引用，就是说，如果德意志人征服我们，我们会丢掉自由；如果俄罗斯人征服我们，我们会丢掉灵魂。这么一对比的话，精神层面的冲击确实比单纯的政治压迫要严重得多。没错，就是在波兰人的心中，德国人的统治只是一种外部的控制，但是俄罗斯人的统治会从根本上动摇他们的信仰、文化和民族认同，所以他们觉得这是一种远比失去自由还要可怕的命运。为什么波兰人一直都觉得自己比俄罗斯人更文明？这种优越感是从哪儿来的？这个优越感的来源是多方面的，从中世纪开始一直到近代，波兰在文化、教育和经济上的发展水平都是要高于俄罗斯的。对，然后波兰还曾经有过贵族民主制，就是他们的国王是由贵族选举产生的，而且议会是可以限制王权的，所以贵族阶层是享有很多自由和权利的。虽然这种制度有很多问题，但是相比俄罗斯的沙皇专制还是要开明不少的。感觉波兰的贵族在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上应该也更接近西方的欧洲人。是这样的，波兰的贵族会说拉丁语、法语、德语，他们以自己是欧洲文明的一员而自豪。而俄罗斯的话，他一直到1861年才废除农奴制，这比西欧晚了好几个世纪。然后他们的沙皇专制一直持续到1917年，之后又进入了苏联时期的高度集权，所以俄罗斯的工业化进程也是很晚才开始的。对，虽然他们的贵族也会说法语，但是在内心里面还是更崇尚权威和服从，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东方思维。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波兰人会觉得被俄罗斯统治是一种奇耻大辱。 OK， 最后我们要讲的是现实账，就是说现在波兰在北约和欧盟里面的这种立场，它跟德国、奥地利、俄罗斯的关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现在的波兰是北约和欧盟的坚定的成员，然后德国是欧盟的核心，奥地利也是欧盟的一员，所以他们其实在同一个阵营里面，经济和政治的合作是非常紧密的。德国现在还是波兰最大的贸易伙伴，有很多波兰的出口都是到德国的，德国的企业也在波兰大量的投资建厂，所以他们之间虽然有历史矛盾，但是现实的利益让他们走得更近。那俄罗斯在这中间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俄罗斯正好是跟北约处于一个对立的位置，然后波兰又是美国在东欧的重要盟友，所以波兰就主动地承担起了对抗俄罗斯的前线的角色。美国也在波兰部署了导弹防御系统，也有驻军，所以波兰对俄罗斯的这种强硬，不光是历史的延续，也是它现实的安全和政治利益的需要。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波兰现在这么坚定的反俄，跟它能够从欧盟和美国拿到的经济好处到底有多大关系？其实关系非常大，就是因为波兰一直站在对抗俄罗斯的最前沿，所以它成为了北约里面一个不可替代的国家。然后美国也非常的重视它，在军事和政治上面都给予它很多的支持。同时呢，波兰每年从欧盟拿到的净补贴是超过100亿欧元的，它是欧盟里面拿到补贴最多的国家之一。对，所以这些钱其实都是跟它在东欧的战略地位以及它坚决的反俄立场是直接挂钩的。这么说的话，波兰人对俄罗斯的这种仇恨其实也不光是历史遗留问题，
更多的是被现实的利益不断的强化出来的。没错没错，就是卡廷森林的悲剧和苏联时期的这种压迫给波兰人留下的这种心理阴影是非常真实的。但是这些历史记忆之所以能够被不断的放大，还是因为波兰需要通过这种对俄罗斯的敌对来换取在西方阵营里面的话语权和经济利益。所以民族仇恨其实是跟现实的政治算计紧紧地绑在一起的。对，我们今天从历史讲到现实，把波兰为什么独独对俄罗斯有这么深的仇恨，这个来龙去脉都给大家理清楚了。其实背后既有领土的纠葛，也有文化的冲突，还有现实利益的博弈。好了，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